大家好啊，大家好，现在是上午的9点钟我们在楼下的海边现在人还是很少的但是天气已经挺热的了就感觉这个挺晒的这有一对正在晒太阳的这个感觉看起来挺浪漫的也挺美好的。但现在人还不是很多，一会儿中午人就多了。过一会儿，这些吃早午餐的大军们就会加入拿着拖鞋，带着毯子，拿着椅子，带着阳伞，就会在海边开始晒太阳。我们为什么这么早出来呢？主要是要去吃早餐，顺便把菜什么的买了因为现在已经是夏天了，这个太阳基本上晒到身上是很烫的如果现在不去买的话，那么到了这个11点、12点什么的，这是完全没有办法出来的，像火炉一样。这是一家社区餐厅基本上来这里吃饭就能遇到很多很多的熟人常住在这里的本地人基本都会来这里吃早餐什么的。现在已经回到家里了今天这期视频呢，还是和大家聊一聊在西班牙的，在欧洲的这个移民的生活主要呢给大家就是想移民的人一个参考。那么前面呢是这个上午10点钟，上午10点钟呢，一般我其实在其他的季节的话我还在睡觉呢，但是夏天到了我就赶紧得在10点钟之前出门，然后买完菜呀，或者在外面吃早饭呀再回来。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已经进入夏天了，特别的热这个夏天在9点钟、10点钟，你如果不戴帽子，你在海边这种无遮挡的晒一下，只要10分钟就晒的你要睡一天，不然你体力就缓不过来。我现在也都觉得人就是挺累的因为这个特别热的这种情况下面，你的体力流失，什么流汗或者说你就体力的流失是加速的。那么我们这边其实已经算是西班牙这个比较靠海的地方应该来说是属于一个冬暖夏凉的一个地方，对吧？就你不能和北部比，但是呢，总体来讲就是它这个温度不是特别高。像现在室外的话，只有31度，但是这里的紫外线太阳是非常强烈的。像我的皮肤大家可以去翻翻我过去的视频，看看我这2年晒的老化的很厉害因为呢我不爱用这种叫什么防晒霜之类的我没有这种习惯，所以这个皮肤老化的特别厉害，有的地方都晒伤了都要去看医生。而且这里的这个皮肤问题的人，就是得这种病的人是很多的。但是呢，现在像什么马德里或者说那些南部的一些城市，在内陆的就不靠海的在西班牙现在已经是室外都要40度，就你这个像一个大烤炉热得不得了。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很多移民西班牙的朋友就是很多东西他也不了解，对吧？他比如说觉得哪里城市房价稍微便宜一点点，他就去了，然后一年四季也没有住过来，很多情况都是不了解的那么最近呢，问我的朋友呢很多有的朋友呢一开始他就说他说我对中国大陆经济情况我已经不抱希望了然后
我要打算来欧洲，来西班牙重新开始啊！我希望我润过来以后啊，就要找到工作啊，在一个合适的地方租到房子，找到工作啊。那其实现实很残酷啊！我就问他，我说你就谁跟你这么说的啊？他说啊，我看了某某某什么网红啊，什么介绍啊之类的啊。当然我是没去看过啊，但我看也就不用看，我就知道差不多，反正就是这些套路，对吧？就跟一些中介宣传的是一样的啊。反正西班牙的身份很好拿，然后在这边什么就是得到欧盟的护照啊，然后你又可以几十个国家免签啊，然后什么医疗免费啊，乱七八糟的，对吧？反正就这些移民的统一的宣传的口吻啊。那么我想说的是，我认为啊，就最少啊，你要有5年啊这样的一个时间来度过啊。就这个5年，你可能要是没有收入的啊。那么很多人，比如说，我发现现在问的特别多的是2类人啊，一个呢是搞这个非盈利居留的啊，非盈利居留其实也已经很长时间了，对吧？那么很多人关心的就是，到底这个非盈利能不能在这5年当中去找到工作，或者说转换成一个工作居留啊，或者是转换成这个什么老板居留，对吧？还有一类呢，就是问这个扎根居留的啊，就是黑在西班牙2年啊，获得身份啊。因为移民中介把这些说的也非常的简单，似乎就是只要你住满2年啊，你就获得身份了。他们并没有跟你提啊，就是要付出的代价，还有就是你获得身份以后的啊这样的这个你要经历什么，你要付出什么，对吧？所以呢，我就详细的讲一讲啊。首先呢，就是非盈利这个问题。非盈利这个问题呢，其实有的人确实啊，他是在非盈利的这个生活当中，他是去转换成了这个老板居留，就是做生意的居留。转换成工作居留的啊，我现在没有怎么遇到过啊。说实在的，据说是非常非常的困难啊。就是一个店里面啊，比如说他一个店或者雇佣你的人，他必须本来就要有多少个员工，然后他的这个企业又要是一个正常、合理盈利的，不逃税的啊，没有漏税的，并且就是他还要找出雇佣你的原因啊，就是要优先于雇佣你，必须要就是为什么要雇佣你一个外国人而不是本国人，对吧？就这个要非常的合理，而且就是批下来的概率啊相当的低，所以这条路啊，我觉得，反正我不认识啊有这样的人。还有呢，换成老板居留的啊，我是知道的。那么有些人他去谈一个就是怎么说转让，对吧？别人转让一个店面给他，或者他在这边经营一些小的生意啊。那在我看来呢，这个也是难度巨大的啊，因为如果你要去经营一个店面，那在这边像什么餐厅啊，或者一些小的那种店面啊，都是欧元的话啊，基本都在10万欧元左右，就是非常小的那种店面啊。就更便宜的那种店面，几乎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不可能有回报的啊，就基本你就是亏损的。我可以说，就等于你花了一笔钱，你在搞这个东西。那买的啊，就是正常的能够产生回报的啊，我看下来都是在10万欧以上的。这个我自己也一直在考察啊，我也一直在观察这个东西。但是我也可以告诉大家，为什么我没有去做这件事情啊？
一个呢就是说实在的，就做这些店啊，你如果说我去这边开个餐饮，我也看了啊，有人开的，有人开了什么卖什么包子啊，卖什么，反正就点心店嘛，对吧？卖饺子啊，什么卖这就吃的东西，面条啊，就生意，就你真的稍微卖在一个和欧洲的价格啊，那许多移民的客户就留在这个西班牙的这个移民的客户群体，就比如说我也是移民的客户群体，大量的人啊都给予这种很负面的评价啊，就是说白了就是啊看你赚钱，他们心里不爽，就跑来一直黑你啊，说你这个东西不好吃啊，或者说你这个东西卖的很贵啊，反正就类似是这样的。那这个生意呢，真的是很难做的啊。就是如果你做这个生意，想做这个移民群体的中国人群体的，特别困难。那如果说想做外国人群体的啊，那又面临着一些问题。就如果你是要开一个餐厅，还是以餐厅做例子啊，就你卖给外国人吃，你也不知道他到底喜欢吃什么样子的。对吧？就因为你也是移民，你也不了解，所以你的失败的这个几率是很高的，并且啊，你一个店就是你去这个接手别人的店啊，你这个钱投下去，再加上你又要雇人啊什么的啊，就你一般你没有个20-30万欧元投入，你这个饭店是就不太会成型的。所以呢，这个也一直是，就是我一直没有去考虑转一个什么老板居留、创业居留这种东西啊，因为我觉得开这些店的成本太高了，基本上如果你失败，就这个钱就打水漂了，而且很快的啊。别说就是我们这种移民，就我们海边应该生意不错的，是旅游一个比较旺的地方，就是我住的这个小镇，在我们这条整个我们这条白色海岸旅游的是比较旺的一个地方。但是呢，这个店基本上都是一年可能要有一半的店在不停的换老板，还是他们西班牙人自己在开的，竞争都那么激烈啊。然后前一段时间我们这边有一家中国的一个餐厅也转让了，那个餐厅那个老板人还挺好的啊，因为我经常在超市里面买东西遇到他们啊，他们经常就是跟我们打招呼啊问候啊，人挺好的。但是呢他们一家人也是的，就也是一个夫妻店，然后可能还有一个员工吧，但是也做了2-3年了啊，但就转让了。具体原因我不知道啊，但我觉得如果很赚钱的话，应该他也不太会转让的，对吧？那现在就是转让了以后呢，现在有一个新的西班牙老板接手了啊，就很快的装修完，因为马上就是暑季嘛，就是那个暑假，就是旺季啊，一般都想在这个时间快点装修完去赚一笔回来，对吧？所以呢，就是这个是非盈利居留。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就是想5年住完，5年住完以后呢，去找个工作，对吧？那么且不说这个5年，你就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面你能不能负担得起？反正我自己计算过我到现在已经花了差不多有30万欧元是有的而且我还是没有买房子的一个情况下面。那么我觉得就是很多人他们也是什么呢？就是来也来了钱也花了，对吧？那么就想后面再看一看就是能不能在5年以后就是去找工作有没有收入是这样想的我也不能说绝对的没有希望，对吧？但是我觉得就是
你语言肯定要过关啊，在这5年当中，你要讲的最少，我觉得也要是能够达到像 C1啊或者 B2这样的一个水准啊。第二点呢，就是你大概率还是在中国人的餐厅啊，或者说一些超市之类的这种工作啊。所以呢，其实这个5年当中，不少这个群体啊生活的，我觉得是不怎么样的啊，包括我自己也是。我认识的老的移民的朋友啊，就是那些已经生意做得不错的朋友啊，我就问他们，我说，在你们就是眼中，我们这些新移民啊，像什么非盈利来的，你们怎么看？啊，他们都觉得什么呢？啊，就是你们是不是在中国混不下去了啊，才跑到国外来啊？就像他们问我啊，一开始我来这边，他们都会问我，他说你是干什么的啊，做什么生意的啊？一方面就是他们可能也害怕啊，你跟他们竞争；第二点呢，就是他们好奇嘛，是吧？我发现在这边问你的人很多啊，就我班上的同学也是，那些北欧的那个老太啊，那些同学都会问你是干什么的啊？我说我没有工作啊，我说我只是就住在这里啊，他们会觉得特别好奇，老移民就会说那你来干嘛，对吗？所以说我们脑子里面的一些概念，比如说啊什么躺平啊过着一些轻松人生的生活，轻松一点，对吧？啊，在他们看来，你就是在中国混不下去的啊，而且不止一个人啊，好几个人都告诉我他们这样的一个概念啊，他们还有人啊，他们就是跟我不熟以前，他们以为我是假洋鬼子啊，就是以为我是在国外出生的，然后就不是中国人啊。那么事实上呢，其实就是外国人群体啊，像我的房东什么的，他们也会问我的啊。就我一刚来的时候，我记得住了没有多久，我房东就问我，他说：你什么时候去上班呀？他说你是不是已经快工作了？然后现在他们当然已经不问了，好多年过去了，对吗？但是，我始终还是能觉得啊，他们会觉得很好奇啊，就是为什么会有人不工作啊，年纪轻轻的，然后什么等5年这样的一种想法啊，他们会觉得很奇怪，对吗？所以就是我觉得工作的问题啊，是一个很多非营利群体啊，都是反复的在这个当中折磨自己的啊。那有些人当然很快的他就走了，对吧？他就短暂的觉得自己没有可能，比如说他在这边像1-2年他也没学会语言，那么他觉得再过5年也是一样的，那他就走了，对吧？那么有些人呢反正时间过得很快啊，就这样1年1年的这样待下去了。上午主要聊了一会儿以后就吃饭了啊，然后现在是傍晚呢就到海边来坐一会儿，但是海滩那边人太多了啊，所以我们就到这个码头这边来。码头这边人少，而且风也挺大的。那么上午讲了这个非盈利居留啊，一些移民的这个情况。现在呢，再聊一聊这个扎根居留吧啊，因为最近咨询我扎根居留的人也特别多。因为扎根居留在5月20日之前呢，是你需要在西班牙就黑3年啊，你才能去申请居留。现在呢，5月20日以后呢，改成在西班牙只需要2年的时间，并且呢也不需要融入考试啊，原来是需要融入考试的。这个融入考试呢，就是你需要去考语言。那么现在啊，就是听说这个移民局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罢工啊，就是因为一下子
多了几倍的工作量，好多人就是申请。那么市场上呢，目前其实还是很多人，他们购买了一些工作的合同啊，来申请这个扎根居留。这个也是呢，中介嘴里说的啊，就是黑2年啊，黑3年就能得到身份。但是呢，他们往往没有说成本和就你要付出的多少钱，对吧？事实上呢，当你首先就是你来到这里以后啊，你先要付出生活的费用啊，2年最少啊，你也要准备个20万人民币，肯定是要的啊，就差不多是3万欧元左右。然后呢，如果你运气比较好啊，你找到工作了，事实上呢，现在的竞争是相当的激烈的啊，就几乎没有什么人会雇佣一个没有身份的人，除非就是那种特别就实在人家是不要做的工作，说白了就是你去给别人剥削，对吧？那一般都是做6天啊，给你休息1天这样子。然后呢，当你买了这个合同，你获得这个身份呢，其实只有1年，就是第2年你还要再续。那么续呢，就是你要不就是你自己真的去找到一份工作，要不就是你就续不了了。然后呢，就是你买了这个合同以后，你还要就是每个月付社保。这个社保就是本来你正常的去工作，应该是公司雇佣你的人，他来帮你支付这个社保，那差不多每个月就是400欧元左右吧。但是呢，现在由于就是你其实是买来的合同，你并没有真实的去工作，那么所以就是这个税还有社保这些都要付在你自己头上，那么你1年差不多又等于是要多付掉几万块钱，那差不多就是你1年要准备啊生活费各方面呢，你要准备个10来万，然后你还要再多付几万块钱，然后你还要保证后面的时间你都要能够找到工作，把这个居留给续下去。其实这个难度是挺大的啊，虽然就是到处有人会说啊，就是说哎你什么这边很缺人什么，我经常有人问我咨询我的时候，都给我发一些视频啊，上面写着什么这里很缺人，那里很缺人啊，说西班牙是不是大量缺人？其实事实上，工作还是很难找的，竞争很激烈，失业率是很高的啊。然后呢，我现实生活当中我也认识一些，就之前是来这边留下来啊，有的都已经就是来了10多年了，20岁就出来了啊。那现在也是，我问他，我说你就是有没有什么买车买房呀、存款呀，或自己开店呀？啊，都没有。就他说现在就是才想着就是存点钱啊。我说你存点钱干嘛呢？他说啊，想存点钱找个女朋友。都来了10多年了。还有很多人啊，就是来了以后，他们也没有去办这个居留，就是办不出来，好几次啊都办了，都办不出来，然后就也是黑在这，继续等着。这些人也有来的很多年的啊，因为事实上中介就是帮你去找的这种什么
合同呀或者什么，他们是不包你一定办出来的，就是办不出来的原因，他到时候就说有很多种，不一定是他的这个找的公司的问题。那办不出来怎么办？那你只能继续再等。所以有很多人其实就一直卡着，很多人都已经来了好多年都没有办出这个什么扎根居留，办出来的，说实在的，办出来的也就后面就其实也是换一个地方，对吧？就是做很辛苦的工作，这个工作是相当的辛苦，而且也不敢失业因为你其实就是你一失业，你的居留资格都没了，就你必须得忍受着。早期呢，确实有很多的人是留在这里几十年买车买房也就安居乐业了。但是我发现就我也认识这些老的移民相对来说比较成功的，就我发现他们现在还是保留着特别艰苦的那种生活的习惯。我觉得这个习惯我觉得我们这些新移民，不管你是来什么样的移民过来，就你都很难做到这一点的尤其是人家已经就是目前来说也已经生活条件算比较好的了，对吧？他还是能保持这种特别艰苦的习惯，更别说就是他们当初来的时候，他们的那种努力跟刻苦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现状吧我觉得是个现状，就不要听着中介一顿乱忽悠，对吧？中介都是说好的，就我当初来的时候，中介也跟我说的很好的都说什么哎呀这里市场非常好什么你可以在这边找到很多的客户但事实上来了以后我就发现根本就和说的完全不一样所以就是我自己呢，把我自己的一些经历我就告诉大家其实好的一些优点什么的我也就不说了，这个大家都懂，对吧？但我就把这些很真实的告诉大家，因为就像很多人也会问我那你现在为什么不走呢？你为什么还待着呢？对吗？其实我现在的情况就像一个山洞那个洞看起来好像能够钻过去，前面也是挺明亮的，然后我用力一吸气我就往里面钻了，结果钻到一半，我人就卡在中间了，然后想退出去也就退不出去了，后面觉得特别小，又往前走也很艰难就能理解吗？就是这种就是进退两难的局面，钱、时间、精力全部也都花进去了如果就是现在离开当然了，我其实一直是也思想做好准备的因为我其实觉得对于那些什么什么身份什么居留这些东西，我其实都不是特别看重我觉得就是精力因为像我平时是做投资理财嘛，投资理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认清楚当下的这种情况，你要会算账，说白了，对吧？所以就是我也没有特别的就是在意这些东西就是我已经把它给算清楚了然后呢，其实也有很多人他们会觉得说不定是那些人不行，对吗你们不行说不定我来就可以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尤其是相对来说年纪还大一点的比我大一点的人，就咨询我当中很多人年纪比我大一点的，什么50岁的这些人他们都是这样的他觉得我相信我一定是可以的我之前有多少经验，
就所有这些经验，其实你拿到另外一个国家都是没有什么用的都是没有什么用的。我觉得就是之前那些人，那些老的移民，他们之所以能够有的人吃苦耐劳的成功的生存下来，并且发展的也不错，有一点就是因为他们是很年轻就来了，有的都10几岁，有的就是20岁，那么他还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能够就是塑造重新在这里就是接受了这里的思想或者接受了这里的生活的方式就他积累的全是这里的经验，说白了就是他融入的比较好。但事实上就是如果说年纪再大个10岁，比我还大，对吧？我50岁，这种你说就完全是2种生活的概念和生活的模式就很难，真的很难，我觉得成功的不是泼冷水所以就是很多中介吧就找我，希望我做一些移民的广告但我一直是不接受的因为我觉得赚这些钱还是有点缺德就尤其是你把这个东西，当你知道了这个事实的情况，然后你还要去编造，对吧？去让人家买单我觉得这个太坏了所以吧，就是我觉得大家还是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就多考虑考虑，对吧？当然了，就视频看到这里的人如果你们还继续要看下去的，我觉得你们也是一些非常坚定的想要润过来或者想要移民过来的那么我觉得就是你生活在哪里，哪些城市有可能工作机会更多一点，生活成本更低一点气候怎么样，治安怎么样，租房哪里相对简单一点还有就是哪里的移民局相对就是审核的会时间快一点，宽松一点所有这些东西其实都很重要那么我觉得如果有这方面需求的还是可以找我聊一聊，就是聊一些我觉得细节一点的东西就是那种很大众化的东西我觉得就是或者说觉得这里就是有很多好像天上掉馅饼的事情这种事情就不要找我，不要加我了我也不想帮你们去做这种咨询，浪费时间，对吧好吧，谢谢大家，今天就先聊到这儿。